兄弟们，终于来了！零飞制造超限零点系列。那么这次带来的是拳击手 Bucky。从今年2月份发布的灰模，到现在12月份，终于是迎来了实物的一个测评。那么作为超限零点系列的第3弹，它的整体的包装内容呢，跟之前是一样的，会附带一个角色特殊的一个背景板，极具风格的蓝稿设计图呢，也是没有少的，这次依旧是有附带的，跟之前塔斯提尔孤影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披风板件。板件这次比较多，算上这次的配件包加起来的板件呢已经上了60多块了。不过大家也不用看到这么多板件就觉得会很耗时间，整体的板件排布呢还是比较不错的，说明书做的也是比较详细，所以说拼装起来呢并不会很痛苦。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其实大家如果玩过先前几款的话，其实能明显的发现，就是超限零点系列的话，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人。它的机体设计呢，更偏向于人，甚至就是一个赛博的仿生人，所以说整体的设计会大量的用到软胶，这个也是超限零点的一个大的特点了。这次在拳击手上面呢，大家也是能明显的发觉这次跟先前2款的形象造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造型呢会更加朋克一些，同时整个机甲的设计呢都是偏向于外面的护甲，腰带或者肩甲、手臂这处都是一样的。最具特色的应该就是它后面这一身的这个软胶辫子了。这个辫子大家可以理解为是脏辫，但是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点像拳击辫的。拳击辫的话一般是编成麻花的样子嘛，但是这边机甲的话是采用了一个软胶铁丝的一个形式。因为它这个毕竟是一个拳击手嘛，所以说在这个四肢，特别是大腿这一部分的这个塑造上，是比前面2款都要壮实很多的。整个这个外甲嵌套起来，看起来非常的壮实。同时呢，这次拳击手的骨架全部都是新规的，而之前大家吐槽的装位问题呢，这次在拳击手上也进行了优化，增大了内圈，同时增加了受力的面积，让装位更加牢固一些。并且这次拳击手的设定是有小队的时候跟拳击手的时期，所以说提供了2种不同颜色的板件，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来进行一个组装。这次拳击手呢是比较壮的，它的整体高度达到了20多厘米，会比孤影高上一些。我这边手头呢是没有孤影的，这边就拿一个差不多高度的来进行参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拳击手在头部面罩的部分呢，也是提供了多种的样式，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它一共是提供了3个，上面的刻线呢以及造型呢都各不相同，可以自行的选择安装。头部这边呢依旧是有附带灯组的，按下头顶的这个按钮就可以点亮了。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可动方面。首先这一大头的这个辫子是软胶套铁丝的，整体的可玩性呢是非常高的，可以每一根都单独的凹造型。这个头发的长度呢也可以自行选择来进行裁剪，因为这个铁丝套这个软胶是需要你自己套的。头部上方这个淡紫色的这个小零件呢是可以活动的，然后后方的辫子呢可以活动。整个头部是一个双段的关节，所以说整个抬头以及低头的幅度呢都是不错的。头部旋转的时候呢，是建议将这个头发上抬一些，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头部旋转的一个范围。接着这一部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可动，它这一部分呢是有软胶跟这个胸口的一个连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乳突肌跟斜方肌位移的时候，会带动前面的胸甲，也就是胸肌来进行一个联动。这种用软胶来模拟这个肌肉的拉伸以及形变，这个观感真的非常不错。接着呢，咱们来说回可动。首先，因为这个手臂根部有一个向前向上的一个幅度嘛，所以说整个手臂的平台呢是有2段的角度，整个手臂平台是可以超过90度的。手臂根部呢是附带平转的，手肘这边呢也有附带一段平转，手臂距肘双段的关节，并且这个软胶也会进行形变。同时呢，这次拳击手还附带了蚀刻片，在全身各处呢有蚀刻片来增加一些细节。手臂360度旋转完全没有问题的。腰部这边的软胶联动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侧腰的时候，软胶会进行一个拉伸位移，这个效果从侧边看的话会更加明显一点。同时呢，这次的侧腰幅度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最有意思的来了，腰部上方这个旋转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拉伸联动，这一段的联动效果非常的不错，模拟了腹外斜肌的一个效果，整体的观感非常好。同时呢，整个腰部的根部也是附带旋转的，弯腰的幅度呢大概是这样子。后仰的话，依靠胯部这边的关节也是能给到一个不错的角度。背后的软胶呢也会随着腰部的活动进行拉伸，模拟一个脊椎的效果。腰部这边呢，其实它不是一个裙甲，它是一个腰带，腰带2边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腰带本体呢也是可以进行外拉一定的角度调节，腰带侧边是可以避让的，所以说腿部的前提表现很不错，可以超过90度。后提的幅度是接近90度，当然如果你将这个大腿稍微往外一点，后提的幅度就能提升一些。侧提这边有一个小心思，它在腿部这边做了一个内缩的一个设计，附带的一个联动，同时呢能增加腿部的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大腿根部呢是比较壮的，再加上侧裙甲没办法进行一个很大的避让，所以说这一个内缩的设计呢，可以为它的平台增加一个很大的幅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呢，也附带了一个小小的联动效果，看起来的观感也还不错。胯部这边，腿部根部呢有一段旋转关节，小腿这边还有一处旋转的关节。腿部的弯曲幅度大概是这样子，整体的话也是通过这个软胶进行一个拉伸形变，同时呢，在腿部前方这边还会有一个小小的联动效果。脚部这边的话，前脚掌这边呢是有单独的一个可动的，向下向上的幅度都非常大，整个脚部的前摆、后摆以及侧摆呢幅度如下，同时呢，脚部也是支持旋转的。不难发现，这次拳击手的腿部呢，相较于前面2弹增加了额外的可动，所以说摆出一些拳击的姿势呢是比较方便的。同时，我个人认为摆起来也是比较自然，把玩起来呢也是比较舒服。而配件中呢还附带了一个金腰带，金腰带中间是金色的，中间这个呢可以替换在本体的腰带上面，两边是软胶的，同时呢还会附带一个披风，披风上面是有铁丝的。将金腰带和披风安装在本体上面，摆一个小造型看起来还是比较帅气的。接着是一个拳头的配件，整体是一个机械臂的造型。拳头这边呢是采用的一个4指的可动手型，多段的关节可以活动机械臂呢附带一个联动，随着推杆向前推，中间这个左轮会转动，然后机械臂就会向前弹出，非常经典的一个弹出的拳头的一个设计。锯手的替换方式呢很简单，咱们先将小臂进行拆下，然后这边有个装位，直接安装上这个机械臂就可以了。巨大的拳头可以造成一个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尤其是搭配上附属的这些众多的特效键可以摆出一些冲击感比较强的动作。锯手的这个手指呢，可以进行位移活动，将其变成一个十字，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孔洞，咱们可以安装一个特效键，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手炮。这个机械臂呢，当然不只是可以装拳头，咱们也可以装上一个电钻或者一个敲击锤，当然破碎锤也是可以装的，一共是有4种玩法。武器配备了一把黄油刀，刀身是银色的玉涂装，同时这边有一个连接键可以安装在腿部。武器配件呢还会有一把枪，枪的整体分件还是比较多的，上面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明的瞄准镜。枪管处这边呢还配备了一个灯组，按压一下就会点亮。灯光的颜色呢是一个橙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而这个枪呢也没有这么简单，咱们将上方解锁一下，然后掰动中间这一段的枪管，中间这边子弹就会自动弹上来。这个子弹是单独的分件，是可以取出来的，可以模拟一个装填换弹的一个动作。把玩起来的这个手感呢也不卡顿，很丝滑。弹药给了很多还给了一个专门存放弹药的一个配件，2个配件都是可以安装在咱们这个拳击手的腿部，两侧的孔洞都是可以安装的。腿部安装上弹药收纳，然后手上这边拿上这把枪，就可以摆出一个换弹的一个姿势了。整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枪可以将后面的握把拆掉，直接安装在咱们的这个手臂处。接着是拳击手本次最大的一个配件了，陪练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实际上中间这边全部都是连接孔洞，所以说咱们可以将之前提到的所有武装呢，全部搭载在这个机器人上面。孔洞非常多怎么装都可以，大家可以自行的发挥想象。底下的地台板子不管是正面还是它底下的背面呢，都是有多个孔洞的，可以收纳各种零件。而这个陪练机器人呢，底下连接地台的地方是一个蛇骨，蛇骨配备了长短2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而陪练机器人呢，手臂以及它的头部这边呢，全部都是多角度的可动，高可动呢可以带来更多的姿势。也正是因为有了它这个高可动，并且呢还搭配了各种特效键，与拳击手呢就可以摆出一些比较好玩的姿势。各种特效键装上去，对打对练都是可以摆出来的。陪练机器人前后这2个小盾牌呢，是可以通过这个连接键将其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盾牌，安装在拳击手身上。而机器人的手臂呢，也是可以通过背包连接键安装在拳击手的背后，形成一个4臂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个锯手安装在背后，也是可以的。当然，这次还有一个配件包，配件包呢是给到了4个机械臂的锯手。有了这个配件包之后呢，更多的玩法就出现了。咱们可以通过背包将其安装起来，就可以变得像阿修罗之怒一样，形成一个6手形态。各种玩法呢都可以，并且更多的张力姿势也可以摆出来。并且这个配件包并不只能给拳击手用它是可以通用的。前面2弹呢都是可以适配这个配件包的，所以说更多的玩法大家可以自行的开发。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这次讲的是比较细所以说比较长。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呢，觉得还不错，也是希望给个3连。咱们下期再见。